林子坐牢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我林家待你不薄。谁让嫁进林家的是你呢？嫁入林家的应该是我嘛！林家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就是你害死我爸妈的原因吗？是他们活该。不对了，我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妹妹是我闺蜜吗？你这个畜生！我就是死，我也要拖你下地狱！陆青青，你这样对我，就不怕天天不会放过你的吗？那你猜猜，指使我做这一切的人是谁？是吧？秦川哥，苏廷川，我倾尽整个家族帮你，甚至替你坐牢受尽折磨，你居然背叛！是又如何？林家已经破产了，要不是用你这条贱命牵住你，我早就死。为了救你，那个苏丽杰可当了一辈子的职位，他对你真是痴情一片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，这下去亲自问。把旧人写走，很多模糊的未来，是我们忽略了。苏廷川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上天再给我重生一世的机会，我一定让你们去珍惜。表姐，你也是太冲动了。毕竟是平川哥他继承苏家的大好日子，你这样冒冒失失的闯进来跟他表白，让平川哥当下来。我重生了，还是就分到了苏廷川继承苏家这天。前世就在今天，苏廷川靠着我的20亿获得了苏家家主之位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重蹈覆辙。陆青青，苏廷川，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2个狗男女血债血偿！给我滚开！林之遥，青青是你的表妹，不是由你呼来喝去的丫鬟。你的家教呢？秦川哥，算了，表姐也是因为太喜欢你了，你这样说，他会多伤心啊！他喜欢我，我难道就要喜欢他吗？我说了，我不会和他在一起的。林之遥，你够了没有？你难道真的想让我当众丢脸吗？林川，这是你要的投资产，你拿去吧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公开关系？现在这样不好吗？可是我想跟你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是不是连你也看不起我？你是不是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靠你跳今天的地位？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生气了，我一个都不说。苏廷川，你当初向我林家借20个亿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态度。你要是真的这么有骨气，就现在把这20个亿还给我。林之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表姐，你疯了？你忘了当初可是你自愿扶持这个钱给平川哥哥的。自愿？谁家会自愿掏20个亿来扶持一个快倒闭的企业？我林家虽然有钱，但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陆青青，你说这种话，你的良心在哪里啊？我林家养了你10年，就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表姐，你误会了我。
表姐，你误会了我。这场上没有人想听你辩解，毕竟你又不是林家的大小姐，只是暂住在我们林家的表亲啊。林之遥，是我拒绝了你的告白，不要欺负到青青头上。苏庭川，你真就以为这个位置你就坐稳了？你最好搞清楚，你能继承苏家究竟是靠谁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你的小叔苏立觉车祸重伤昏迷，苏家后继无人，苏家旁支里面谁能盘活这家倒闭的企业，谁就能继承苏家。闭嘴！怎么？你怕我说出来，你是靠我那20个亿才盘活这家企业的？苏庭川，你要真是个男人，就把钱还给我。林之遥，到什么时候你还在找我说？这是苏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苏庭川，今晚我就是要当这撕烂你虚伪的面具。20个亿，我就是给条狗，狗都知道要，你还想着反咬我一口？你真是连狗都不如。之遥，苏老夫人，您看到了吧？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、动不动就动手打女人的人，您放心把苏家交给我。表姐，我知道你是一时冲动，今天对庭川哥来说可是很重要的日子，你这样让他下不来台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以前呢，是我瞎了眼，这20个亿啊，全当喂了你疯狗。可是现在这条疯狗见人就咬，我可享受不起。配你倒是正合适。之遥，你妈谁是疯狗啊？这是苏家，谁敢放肆？丫头，你这么闹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苏老夫人，还请介意。老夫人，苏家绝对不能交到苏庭川那样的人手里。苏家没有继承人，我来收。丫头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愿意嫁给苏立群。可你不是一直喜欢的是苏庭川吗？之遥，现在老夫人已经查到我头上了，我可不能坐牢呀！我啊！你现在知道？那你当初在你小叔车上动手脚的时候怎么办？苏庭川，我能怎么办？你现在怀着孕啊！你进了监狱，即便进了监狱，也能取保候审。只要你就帮我顶这一回罪吧啊！我一定马上救你出来啊！不，老夫人，我一直爱的是苏烈觉，只是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内心，现在他出了这种事情，我才明白他对我有多。我一定要陪在他身边，我一定要陪在他身边。原来如此。听说你刚刚和苏庭川告白，还被拒绝了。是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假以时日，我一定会打动他的。能不能不要喜欢他，喜欢我好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他派来考验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叫他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他看到我的好，直到接受我为止。其实前世的时候，苏一觉就已经喜欢我了吧？只是我太傻，那时候居然没看出来。那你是林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您放心，我爱他，就不觉得委屈，只是不想原本属于厉觉的家主之位落入苏庭川的手里。相信厉觉他会喜欢。原来答应你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家主之位啊，我绝不交给其他人。我先下去了，你在这儿陪陪他吧。苏丽娟，我一定会帮你守住家主的位置。你也要快点醒过来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
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现在就让我先解决留下的那些人。苏庭川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秦川哥哥，你别担心，你才是苏家的，只有让你继承家业，才能保证苏氏事业的平稳。老夫人是个明白人。我宣布取消苏庭川的继承人资格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再从旁系征询继承人。老夫人，您这是要出尔反尔吗？庭川，你认为你手上的公司是以你自己的能力盘活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临时砸进了20个亿，才把你这市值不过3亿的公司将将救活。就凭你这能力，我凭什么把家主的位置交给你？一定是您教他污蔑我的。那家公司负债累累，光是还债我都花费无数啊！要短时间看到成效，自然要砸钱的。苏庭川，你砸的是自己的钱，只注重结果，是不是过程中的任何牺牲都是理所当然？这是自然。放肆！庭川，你如果接管了苏家，为了达到你的结果，你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要牺牲我们苏家的人？水川，话也没这么说呀。我想必你也不愿意把苏家的事业交给一个外人吧？现在力决昏迷不醒，我们苏家总不能没有一个说话的人。谁说没有？下个月我孙子力决新婚大宴宾客之后，林之瑶就是我们苏家家主夫人。在力决没有清醒之前，我们苏家的事务一切代由他管理。妈，苏庭川，你从我这儿拿到的，我会一件一件夺回来。这何仅是最大的笑话。哥哥，你冷静一点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我就是苏家家主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。以前还对你百依百顺的，今天突然就翻脸了。铁川哥，要不我们还是先跟他道歉吧。道歉？我怎么可能让他为如此在乎不上？铁川哥，小度人则乱大谋，相信你一定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苏庭川简直和他没得比呀、只可惜天妒英才。杜特助，你来的刚刚好，苏力决刚刚醒了。林小姐，先生现在是植物人状态，身体的外界刺激偶尔会有条件反射，就像正在熟睡一样，只是不会醒过来。是你。哦，林小姐，庭川上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提到重礼，说是上门礼道歉。哦，赔礼道歉，让他进来。看我待会儿怎么发现你的兄弟。志瑶，别动手动脚，我现在是苏力决的人。志瑶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只要你不嫁给苏丽君，我答应跟你在一起。是啊，表姐，田川哥今天可是诚心诚意的来跟你道歉的。诚意？他带着你这个不清不楚的小姐，这就是他。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跟田川哥可是清清白白的。好了，志瑶，你和我都是极品子，所以你一时生气，说要嫁给苏丽君，我完全可以原谅你。原谅？这就是你道歉？我身为一个男人，愿意为你受这种羞辱，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？苏家的继承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志瑶，你真要委屈自己，为了一个植物人守活，我还不如和我。
只要你敢打我，我打的就是你，嘴巴给我放干净。别说让我跟你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单是我已经想想这个渣就足够让人。之前你为了跟我撇清关系，我借给你当时的月事，我打了欠条。你说我要是现在拿着欠条去告你，只要你敢，为什么？表姐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既然这么心疼我，陆庭川，你最好别有，我这里东西还多着。以前是我爱你的证据，现在就是你傻。林之遥竟敢这样对我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田川哥，既然表姐铁了心要和苏丽杰结婚，不如我们……田川哥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坏了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帮了我大忙啊！林之遥，这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你说我们结婚算不算出席啊？如果算的话，你就快点醒过来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妈她一直被陆青青蒙骗，总是拎不清，不知道又要来干什么。你突然要嫁给这个植物人，我这当妈的来看看未来的女婿都不行吗？都说苏丽珏30多岁了，这看上去还挺英俊的。你别怪妈，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不出现在婚宴现场，这个婚礼就不作数的。你要嫁给这个植物人，你的后半辈子就彻底毁了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陆青青她别有用心的。楼下的还等着呢，我们先出去。我们走。我说过，我让你肚子里怀上我苏庭川的种。都是你自找的。谁让你之前不喜欢他？我告诉你，他苏丽珏能得到的东西，苏庭川一样可以有。不管是你，还是这苏家家族之外，你都有病啊！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配不配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林之遥啊，林之遥，结婚的当天被人看到出轨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。不好了不好了，老夫人，苏先生的房产怎么冒烟了？放开我！你结婚当天，这林之遥就憋不住了，嫁给一个植物人，这谁愿意呀？还不要找一身慰藉？你赶紧给我让我滚出去！没当着老公的面这是追求刺激啊！老夫人，是林之遥他勾引我了。闭嘴吧你！老夫人，你不破我孙子的房子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不伤害我孙子吗？林之遥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可以解释，我都是为……不行，如果我当众拆穿陆青青，一定会把陆青青这件，我不能说。老夫人，真的是他勾引的我。你给我滚吧你！林之遥，我孙子绝对不会娶你这不检点的女人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对不起，这就错。你要去哪？我的新娘。放心，有我在。谢谢。丽珏，你祖母，
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小叔，今天醒来真是太好了，也不忘我天天惦记你的身体。是惦记着我死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怎么敢？你不敢，那你怎么又在我的新婚之日对着我的新娘动手动脚？小叔，你昏迷了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她水性杨花，爱你。从前她还当众给我表白过，对我拒绝后她还不死心。刚才她还故意勾引我，这种女人你千万不能娶她。你还在这里信口雌黄？苏庭川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丽娟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段时间我是睡时辰，刚才正好听见苏庭川在强迫生活，还口口声声许诺要定了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庭川，你胃可不小啊！老夫人，如何夺这是我的最好时机？不行，你还敢觊觎苏家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扔出去！来人，我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干什么？老夫人，天川，老夫人，天川，志瑶啊，之前呢，奶奶错怪你了，我给你道个歉。这个玉佩呢，是我嫁进苏家的时候，我婆母呢送给我的。今天呀，我送给你，就当赔罪礼。那可是苏家世代相传的玉盘，无价之宝啊！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上头。收下吧。我们之瑶呀，真是个福星。自从到了我们苏家，丽觉呀就醒了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呀，好好聊聊天，促进一下感情。奶奶呀，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不是说要护着我吗？怎么连回头看我一眼都不敢？都听到了。坐近一点。虽然一觉醒来多了个新娘也不错，但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一直喜欢苏庭川。那是我以前眼瞎，现在他只是我的仇人。苏庭川就是一个阴险的小人，他一边利用我获取林家的资源，一边我和陆青青勾搭不清，想要霸占林家的财产。还有，你出事的那场车祸也是他设计的。你早就知道了？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拆穿他？苏庭川的势力还在，现在把他逼到绝路，必然会牵连到苏家。那你接下来肯定有计划。先做人影，并对外宣称我的双腿很痛。你这是要刺激苏庭川，逼他早点露出不利尾巴。聪明，不愧是我苏丽珏的妻子。苏丽珏，你是不是一直对我的意思是，你这次车祸是不是跟我上次被绑架有关？你怎么知道？原来是这样。什么证？没事，苏丽珏，谢谢你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败给苏庭川。丽珏怎么会？老夫人，老夫人来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您别担心，我已经问过大夫了。大夫说，丽珏的腿虽然恢复，但还是有一线希望的。这个时候更应该相信他才对。苏庭川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辛苦给你设下的圈套。好孩子，真委屈你了。你看你刚嫁进来，就遇到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以后呀，不许叫老夫人，知道该叫什么？宗王。明明差一点就得手。
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苏老夫人突然带着人就冲进去了，拦都拦不住。那个贱人命真好，但是被包上。怎么说？那天我听人说，苏丽觉得说彻底去，苏家绝对不会让个瘸子当家做。林志友，你等着看吧，就不会什么求问问题。那等你当上了苏家家主，你让我放心，到时候我都高兴。苏先生，你怎么过来呀？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？还叫先生吗？不然，小心！医生说你卧床时间太久了，下肢血液不循环，想要正常行走呢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。你忘了吗？叫我名字。苏丽珏，听说你要出门，这么晚，有急事？也不算急事，就是要回一趟林家。我那个好表妹害得我差点身败名裂，总得要让她想一起吗？可是我现在只能做人，去了会给你丢脸的。不是的，我不会介意这些的。那第一次见咱爸妈，那得是离古董子。怎么？好吗？我记得咱爸明明婚礼上都没见过，上他怎么可以叫我这么顺口的？那件衣服真的很好看，回头我带你去买。哎呀，哎，表姐夫和表姐一起来了。我之前还担心表姐夫那个腿会不会不方便出门呢。陆青青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了。对不起啊，表姐，您知道姨母介意表姐夫的腿，我不该提这个事儿让大家不高兴。这也不是你的错，青青，你不用自责。丽姐，我们去书房聊吧，让瑶瑶和他妈谈谈。哦，别介意，我帮你报仇。帮我报仇。林之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在接受他给我的道歉。婚礼那天是我让青青这么干的，我们不让你再参加婚礼现场，那都是为了你好。你不澄清也就罢了，干嘛对你表妹动手？所以在我结婚那天，他串通苏婷川来迎接我，也是为我好。什么迷奸？青青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表姐，你乱说什么啊？我和那个苏婷川又不熟，怎么可能串通他来陷害你？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也不必这么故意的陷害我吧。瑶瑶，你以前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，自从嫁了人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妈，所以在你眼里，我说的话还不如一个外人更信。姨母，表姐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外人，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你们母女之间的感情。我走就是了。慢着，你明知道你表妹无家可归，你非要逼着她走吗？你怎么变得这么狠？妈，这到底是谁的儿女？如果那天他得逞了，我又会是什么下场啊？你想欺负我吗？梅夫人，把我的妻子经过我同意了。瑶瑶难得回来一次，你又在瞎胡闹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我在。我苏丽觉得不是谁都可以打骂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教训我的女儿，犯得着你过问吗？她现在是苏家的人。对不起，姐夫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惹姐姐生气的。但姐姐真的误会我了，那些事我没干过。事实如何你自己清楚，我只说一句：你敢伤害我，
我会让你吃正宗的大餐。哦，看来晚饭是吃不成了，我先送瑶瑶回去。对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如果实在难受，可以哭出来。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，即使是父母。你要相信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谢谢你替我撑腰。也谢谢夫人帮我出头。小平啊，之前他一直昏迷着，躺在一起也不觉得有什么。现在他已经醒了，要是还睡在一起，会不太好。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？啊，对了，我要不去客房睡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之前昏迷着呀，我做什么也不会影响到你。你现在意识清醒了，我这不是怕你不方便吗？是你怕我不方便，还是你觉得不方便？我这样，你难道还怕我对你做什么吗？我既然你那么嫌弃，我也不喜欢强人所难。你走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也是。苏丽觉曾经可是天之骄子，突然不良于行，心理上多少会有点自卑。这么说，很可能让他误会了。苏丽觉不是不信任你，咱们有事好商量，你别胡思乱想啊。嗯，苏丽觉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怎么突然翻过来了？听说有人夸下海口和我祖母说要帮我生孩子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那夫人是看我腿脚不便，想自食其力喽？这只是个意外。的确是有一定不方便。我早该知道你没那么脆弱的。那我睡客房的事情，睡吧，你影响不了我的。小气鬼，摸一下怎么？哦，看来我腹肌熟练不错。抱歉，我以为我在做梦。好，做梦摸我的腹肌，是那是摸谁的？前男友？哦，我那个好侄子。当然不是，我可没碰过他。听你口气，不像在说前男友，像是仇人。没错，我跟他有血海深仇。你放心，我比你更想让他忘记你。所以，刚才的意外，你打算怎么补偿？不就是摸了两下吗？又没做什么，大不了摸回来。想得美，大不了我请你吃顿饭，就当谢谢你在家里。行。苏总夫人，苏庭川最近联合苏家一些长辈，似乎准备大动作。正合我意，做的越多，错不越多，盯紧盯紧，必要的时候帮他一把。怎么了？好像有小女孩突然进来，好像是夫人的妹妹。
圆圆，真的是你！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圆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那里？就是陆星星说带我去游乐场，然后他去买冰淇淋，然后他就没再回来了，对吗？青青这个畜生，居然把一个心智不全的女孩子丢到那么远的地方！陆青青，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姐姐，你来看我。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敢动我妹妹？林之遥，你疯了吧？林志玲就是个傻子，她走就过了，什么事儿啊？还跟我装？我说的就是实话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怎么回事？姨母，真的不是我弄丢了圆圆，你快跟表姐求求情，让她饶了我吧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瑶瑶，妈知道你对青青有偏见，可你也不能拿你妹妹的事情当借口啊！你告诉妈，你妹妹到底是走丢了，还是被你接走了？又是陆青青说的对吧？让您放心，圆圆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可是陆青青把圆圆一个人丢在郊外的游乐场里，独自离开，害得她差点被车撞。如果不是我们遇见她，她现在会是什么下场？不，怎么可能呢？表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腿受伤了，怎么可能带圆圆去那种地方啊？装不够是？表姐，我都说了，我真的受伤了，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？准备的还真是充分了。瑶瑶，你凭什么断定是青青害了你妹妹？是圆圆亲口告诉我的，她绝不可能守候。表姐，圆圆她心智不全，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？你闭嘴！啊，你也承认？瑶瑶，圆圆的情况我们都知道。够了！啊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一条毒蛇在家里时刻虎视眈眈的对着我妹妹，所以今天要么把陆青青赶走，要么圆圆就搬到我那里去住。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这是让我无家可归啊！姨母，少张了，母亲！你抛弃圆圆一个人，有没有想过她会怎么样？瑶瑶，青青的父母都不在了，现在让她离开我们家，这以后她该怎么办呢？你要是不放心，就把你妹妹先接到你那住一段时间吧。好啊。不过妈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姐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您就放心的去给陆青青当妈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您要选她，那我们就断绝我们的关系。我林志瑶说动就动。瑶瑶，你这是在逼妈妈？是你在逼我！瑶瑶，瑶瑶，妈答应你，让青青搬出咱们家。姨母，你真要赶我走？陆青青，收起这副可怜相，你最好回去烧香拜佛，庆祝圆圆平平安安的。否则，你以为以你这条贱命够陪我妹妹？姨母，真的要赶我走？青青，我一会儿让大夫来给你重新包扎。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会好好跟瑶瑶说的。姨母，青青，姨母还有一套房子，你先到那儿住上一段时间，那样离你公司也近。就这么定了。雨霞，凭什么？你明明有那么多的孩子！瑶瑶，你站住！你妹妹到底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放心吧，圆圆没事。等陆青青搬走，我就会把她送回来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连妈也信不过吗？前世正是因为母亲对陆青青的过度怜悯和信任，才害了陆家。这次我绝不能再纵容。陆青青一天不走，圆圆就一天不会回来。
妈，我和圆圆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苏庭川，你怎么在这？苏庭川，你怎么在这？洋洋，你回来了。奶奶，这位是丽觉爷爷大哥，叫苏明，也是挺川的太爷。那二位此行的目的是？我今天来代表各位族老宣布一件事情：从今天开始，庭川将以候选继承人的身份住进苏家，直到丽觉真正能够站起来为止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轮不到你说话。林小姐不同意也没用，这是苏家各位族老的决定，而且连三叔本人都已经同意。我不信，我要亲自问。林小姐，还用我提醒你姓什么吗？这苏家的产业岂能交给外人？你不要太贪了。就是，想夺走苏家的产业，除非你怀上我小叔的种。可他那样的身体，行吗？瑶瑶，就让他们搬进来，让他们住2楼，你跟丽觉呢住3楼，负担。放心吧，不是怕他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相信我的孙子丽觉呀，很快就会站起来，绝不会有一些人不知己。天色不早了，2位慢走不送。哼，告辞。林小姐，有生气？不知好歹。哎，放心，只要有我老婆子在，任凭他们怎么折腾，都不能夺走属于丽觉的东西。无关人等绝对不能进这间卧室，更不能接近苏丽觉。是，夫人。你回来了。无关人等绝对不能进这间卧室，更不能接近苏丽觉。是，夫人。你回来了。刚才你妹妹……我等不了了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要怀孕给那个混蛋看。等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费什么劲啊？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我不行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胆大包天赶来抢我？你以为影响，还不是你苏家？族老们都以为你的腿好不了，我的肚子又迟迟没动静，他们才联合起来决定让苏庭川住进咱们家。我才要不了多久，他就要掌管家主印。他接管掌家主印，要通过苏氏所有股东和成员的统一投票，而我等的正是那一天。所以你在将计就计，排除异己，这背后有你的推波助澜。这背后有你的推波助澜。聪明。你这才清醒几天呀，就能布这么大一个局，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苏家三爷。那我就当你对我的夸奖了。当然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我妹妹怎么办？哦，刚才你妹妹来找你，你不在，我就让她先在那里等。姐姐，你们刚才是在亲亲吗？你不是说只有对喜欢的人才能亲亲吗？那姐姐是喜欢姐姐吗？是姐姐喜欢他，所以才亲亲。就这么吧，圆圆快去睡觉吧。姐姐晚安。那个，今天晚上的事你忘了忘了？你说哪件？是你要抢我的事，
还是你喜欢我的事？我听不到。完蛋，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上他。林小姐起得这么早，看来那个苏丽珏的确不太行。滚开！乖乖跟我不就好？等我正式接手了家业，整个苏家都是我的，那个残废给不了你的。我都那么来找我。这个不要脸！别说你还没刚上班，在你刀子，先生的夫人也不是你的。滚！给我等着，3天之后我让不知道我的厉害。谢谢你，多亏了你。夫人不必客气，都是先生特意嘱咐的。疼不疼？放心，这个仇我一定亲手替你报回来。各位来宾，感谢大家今晚能参加我们苏家小辈儿的订婚宴。今天是由我的重孙苏挺川和顾家小姐顾芳菲定下婚约。由于苏丽珏不良于行，苏家的族老们经过投票，最后选出了新任的家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挺川就继任苏家的家主之位了，同时接管苏氏集团所有的生意。什么？苏挺川和苏家未来的家主，苏家的家族不是苏丽珏吗？就是我们丽珏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，为什么变成苏挺川成为现任家主？我老太婆坚决不同意。这医生都要说清楚了吗？那丽珏的腿废了，这家主之位啊，迟早是挺川来承担。哎，你何必违拧注意呢？这早教晚教不都是教吗？不错，我现在才是众望所归的家主。老夫人何必非要拿出来孩子不可放手？苏丽珏是站不起来的。谁说我站不起来了？谁说我站不起来了？是说苏丽珏的腿彻底废了吗？苏丽珏竟然恢复了，那重掌家主之位，肯定不会放过和他心不齐的人。有人要拿走家主之位，混过我们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看样子你是不希望丽珏站起来了。三婶说笑了，我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三叔您能康复，那是整个苏家的福气。既然如此，就由你亲自把家主交还给丽珏吧。三叔，你请来的时机挺巧的。是啊，毕竟丽珏再不行了，这偌大的苏家还不知道要为了谁动手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腿已经康复，今后继续担任苏家家主，还有哪位股东有意见？丽珏，你能醒来真是太好了。丽珏，再怎么说，我们曾经也是未婚夫妻，那么多年的情分，也不至于形同陌路的地步吧？顾小姐如今是苏廷川的未婚妻，陈年往事不必再提。诸位，在我昏迷期间，已经和顾芳菲解除婚约，并且娶了林之遥为妻。今后，林之遥就是苏家唯一的家主夫人。三爷跟林夫人可真般配呀！听说林夫人是在三爷重病的时候嫁给三爷的，就凭这一点啊，也配得上三爷。
林之遥可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比起顾芳菲，可是有过而无及呀。不说出身，不说人品，就说这脸蛋和身子，要是我也是林大小姐。就是在我昏迷的期间，苏家内部出了不少乱子，有人以为我再也醒不过来，还有人在暗中做了一些对不起苏家的事。这笔账是时候该清算了。这么看上去，苏丽珏还是有点小帅的。三爷动怒了，这次要有人倒大霉了。活该！当时三爷对他们也不薄呀，现在三爷受伤了，一个个想造三爷的反，好好的收拾收拾这些墙头草。苏庭川，你该不会不知道我在说实话吧？苏庭川，你该不会不知道我在说谁吧？大叔，我怎么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呢？听不懂？对我的夫人有非分之想，你是当我死了吗？那天早晨的事，他知道了。大叔，你也知道，我跟三婶从前认识，这刚好那天遇见，就开了个小玩笑。不过您放心，后面我一定给三婶赔礼道歉。您每天这么忙，也不要因为这些小事耽误时间嘛。小事？欺辱我夫人是小事。大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况且那天杜爷还打了我，现在我后背还疼着呢。三叔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啊，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要我原谅那个，道歉就不必了，他未必接受。谢谢。去那边跪着，莫被苏家家规，就当长记性。什么？冤孽？那要不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把你这些人做烂账，好好清算一遍。不，三叔，我愿意。还不滚！家门附近，让诸位见笑。大家继续。丽娟，我们谈谈。丽娟，你是不是在生我抛弃你的气啊？我们本来就是商业领域，大难临头各奔东西，无可厚非。丽娟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，怎么可能还爱别人呢？是我爸，他非得逼着我跟苏庭川订婚，否则就不让我出门。我想多见你一眼都难。我只有嫁进了苏家，才能多看你一眼。我是。你是来找我的？不过，你似乎有事情要忙。我不忙。瑶瑶，你说吧。林大小姐，我跟丽娟呢还有点事儿谈谈，你方不方便回避一下？我不认为你有资本可以跟我离开，毕竟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夫人。还是说顾大小姐对我的丈夫有不可告人的心思？林大小姐，我们只是朋友之间的叙旧而已，您是不是太小人之心了？抱在一起叙旧的朋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要是舍不得他，当初就不该在他车祸之后抛弃他。现在他康复了，你又来提什么旧情？顾小姐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未免太虚伪了些？我只是有关。放心吧，大家方法练好，是方法。新婚啊！祖母、夫人，公司突然有急事，我得先跟他们去一趟。去，你赶紧走！我呀，有这个新媳妇儿呀就够了。夫人，我和顾芳菲真的没什么，等我回来跟你解释。瑶瑶呀，放心好了，奶奶给你保证，那顾芳菲呀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她丽珏呀，她不可能。
我这老太婆呀，就认你一个孙媳妇儿。先生，夫人呢？夫人去客房休息了。什么？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？合法夫妻有什么不能看的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为什么要看堂叔？苏丽娟，我考虑了一下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经历这一切。现在你恢复如常，我们的关系也应该重新定义。所以你是要跟我离婚？我之前嫁给你，更多原因是因为我想补偿你，当然也有我私人的一些原因。如果你有这方面意愿的话，我没有。你干嘛？林之遥，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因为顾芳菲，我跟她只是商业联姻，没有一点感情。并不是给他，而是我要做的事情太危险了，不想你再一次因为我。原来他对我只有愧疚，并没有丝毫感情。我不同意离婚，也不同意分房住。为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，既然是夫妻，就要尽夫妻的义务。我不同意离婚，也不同意分房住。为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，既然是夫妻，就要尽夫妻的义务。我不要，我们只……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搬不搬回去？够了，苏丽娟，我已经决定，请你出去。我只要你够了。苏丽娟，她怎么在这儿睡的？一个男人眼睫毛居然这么长，过分！羡慕吗？你怎么在这儿睡？一个人睡不着。你该起床上班了。周末晚一点没有关系。苏家的生意离手了几个月，有些事情想请教一下夫人。你是打算在床上请？这个想法不错，就让夫人在床上跟我请教。别什么？别停！别亲了，没有。那我很抱歉，让夫人不舒服了。我没有这方面的经历，看来我还需要勤加补练。听说你在股东大会上提议要收购芳华集团5线城市各大连锁商场，为什么？首先啊，风华集团旗下的商场呢，已经成立很多年了，有客源基础。其次就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，很有望成为未来的新商区。而且这几个4、5线城市发展超过1、2线城市，很适合做长线投资啊。虽然蛰伏期有点长，但对于苏氏而言，完全能理解。逻辑清晰，思维全面，是个很好的想法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这几个4、5线城市的发展速度会赶超1、2线呢？糟了，这要怎么回答？
我总不能现在告诉他我是从10年后重生回来的。这个算了，我想听你的真心话，我愿意等到你想亲口告诉我的那天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时机成熟，如果你想分的话，我会告诉你实话。害怕你到时候气得说不出话。好，我等着。好痛！怎么了？好痛！怎么了？嗯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以后想吃什么告诉我就好了。再说了，家里不是也有保姆的吗？还好，这次口子伤得不是很深，要是再深一点。姐姐说，对喜欢的人可以亲亲。杜野哥哥，圆圆好喜欢你呀。杜野哥哥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圆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不喜欢。那就是喜欢圆圆啦。那你亲一下圆圆吧。你们俩，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欢二小姐。可是圆圆她……苏丽珏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问清楚？你明明知道圆圆的情况，她虽然已经成年了，但心智只有10几岁，以后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妻子。所以你是打算剥夺他家人的权利？我当然希望她幸福，但是杜野的能力太突出了，他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万一圆圆跟不上他的脚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了解杜野，不管以后变化多大，他都会对圆圆好的。杜野有前女友吗？据我所知，没有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怕他跟前女友纠缠不清，伤害了我们家圆圆。他要是敢对圆圆始乱终弃，我就亲手剁了。苏总，你刚回公司就要否决之前董事会的决议，会不会太草率了？我身为苏氏总经理兼最大股东，对董事会的决议有1票否决权，所以我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，只是通知你们一声。苏总，你这样刚愎自用了，难道不怕伤了辛苦工作的员工的心吗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无论项目是否通过，对苏总而言都没有太大。毕竟苏总又没有收受贿赂、出卖公司投资，你说对吧？该死的！难道这个贱人知道了什么？那就由董事会重新表决。何必那么麻烦？除了苏庭川，还有其他人有异议吗？一群老赵。很好。另外，关于各大商场的投资，林副总给了个新项目，以目前市场最低价收购邦华集团各大商场，目光非常正。真巧啊，林总跟我的想法不同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林总，这个项目我早在1周之前就做好了调研，林总该不会连调研结果跟我一模一样吧？胡说！这明明是我做的企划。胡说！这明明是我做的企划。到底是谁在吵架呀？应该是林总吧，毕竟苏庭川接任总裁位置已经1年多了，而林副总裁刚刚上任，经验不足也是正常的。我觉得苏总是在挑衅，林总不像那样的人。够了，这件事公司一定会彻查到底。如果被我查到有人为了业绩剽窃公司钱，不管你什么工作，马上给我卷铺盖走人。散会。怎么，
林总打算认输吗？我是想告诉你，就算这个方案我放弃不做，我也会跟你死磕到底。咱们谁也别占便宜。让青龙帮我办一件事儿，定金20万，事成之后再加20万。行了吗？还说陪我加班？都11点了，回家了。不行啊，有笔投资要尽快定下来。今天晚上我得了解一下相关资料。你那么困，就别开车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我自己可以打车回去的，你呢？不行啊，这么晚不安全。这样吧，我叫杜野来接你。这里是市中心，有什么坏人？再说了，杜爷昨天晚上也一夜没睡，别折腾他了，自己可以的。好吧，你到家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这个人的身形好眼熟，前世我好像在苏庭川身边见过他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绑架我要干什么？给老子闭嘴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。是苏庭川的他让你绑架我，究竟要干什么？认识我？那看来我是不能让他管。这不就是想要钱？我可以给你比苏庭川多数倍的钱，也帮你想办法。也好，咱们录视频。爸妈，我被人绑架了，你们快拿1000万来救我！你家的电话号码？喂，哪位？林家大小姐是姚现在在我这，准备好1000万现金送到地方，否则可不要怪我撕票。怪我撕票1000万没问题，但我要知道林之遥现在没事。我会把送钱地址还有视频发到邮箱。跟我说，我要听他的声音。来，跟你老婆说说。老公，我被人绑架了，你快拿钱来救我！别怕，等我。喂，喂，喂，人已经抓到了，怎么处置？给他摆位点，我马上到。好。你给老子老实点！你刚刚给我吃了什么东西？喂，钱已经送到了指定地点，你人在哪？才多长时间？你骗鬼呢？我确实已经准备好了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亲自验货。等着。10几分钟凑1000万，你老公什么人？他叫苏连觉。恋人，白天不是挺嚣张吗？现在还不落到我手里？嗯，苏少，药已经喂下去了。东边新到人后，不仅听话，还催情。等一会儿，这小自己就忍不住了。你办事儿放心。那你答应的我的20万美股，废什么话？本少爷哪次差点钱？苏少爽快。得，我就先走了，您慢用。这么烈的药，林之遥，
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身子这么冷？很热吧？这就来帮我解解。啊！姐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啊！死你！你放开我！你今天要是敢动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今天还就动你了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你放开我！摔！你碰他了！老子凭他这么来，他居然是我的女人！你说，我今天女人，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？如果是你杀了我，陈子儿，你干嘛？不要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让他跟着。放下！瑶瑶，瑶瑶，小叔，那我什么小叔？小叔，你冷静点，不要死啊！现在苏家都买放我那个啊！小叔冷静，小叔，我一定死！你敢动你，要你的肾，过分了！快点，已经开到最快了，苏总，再快就要出事了。这是什么？冰冰的。瑶瑶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肩膀还疼不疼啊？疼，还很热。热？发烧了吗？他们给我吃了那个蓝色的药。再坚持一会，马上到医院了。瑶瑶，你别乱摸。瑶瑶，你别摸。你凶我。我没有凶你。好吧，我错了，你别哭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让？摸一下怎么了？瑶瑶，你坐过去点好不好？不好。瑶瑶，你现在不清醒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我很清醒。瑶瑶，你醒了会后悔的。对的。就亲一下嘛。这6年算白活了，居然被个小丫头吃得死死的。苏总，医院到了。天哪！我昨晚都对他做了什么啊？你要去哪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肩膀还痛得爆，还好那一棍没有伤到骨头。你在这里等了一夜啊？谢谢你救我。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。从我喜欢上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决定要用我的一切来守护你。是我救你，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正义，是因为那次车祸里，那次是因为我太过担心你了，所以才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。瑶瑶，我喜欢你，也比你知道的更早。我也觉得，谢谢陈秋。天的星辰都被唤醒，白天那些流放的光，来，叫上老公运动。有我的风景。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不是。看天台上路过几颗流星，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应，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，对星空之间画出。
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接个电话，你等我一下。青川，我真的每次都有吃药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这些有什么用？一旦陆家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的计划就全完了。你看，我不求和你有个婚礼，也不会为他要一个名分，只要你同意我把他生下来，我就知足了。青川，我一直梦想能和你有一个温馨的家，我真的舍不得打掉。算了，你想的就留下来。青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同意我把他留下来。有了这个孩子，当上苏家少奶奶指日可待。怀孕？陆青青，你这种禽兽也配做母亲？不是，不是，你亲我。为了我的宝宝，我不死！我求你，放手！你这接下去，还真当自己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大小姐。任你之前身份多高，现在不都还是要跪在我脚下，像条狗一样的。求求我的，求我的！看来上老天爷都不想让你逃脱法律的制裁。等你肚子这个孽种死掉，我就把你送去监狱，然后彻底成为苏家的女保姆。我的孩子，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了。青青，是你害死了姐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摔倒，导致的大出血。你说你才是凶手！医生说你子宫破裂导致失血过多，为了您的安全考虑啊，决定紧急的把你的子宫摘除了，以后你再也不用生孩子了。青青，不得好死！现在你可以老老实实的去蹲监狱。陆青青，你用残忍的手段杀死我的孩子，还让我永远的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。那种痛，我一定要让你亲自品尝一遍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一直在发抖。让我没事的，你不能，你只穿衬衫才会来。乖，我不能的。等等我。苏丽雪，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合作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停留在合作层面就足够了。你现在想和我划清界限，我需要一个理由。苏丽雪，我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危险，我不想认，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意义重大，非做不可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们有以后的话，我想等你真正了解这些事情之后，我会好。所以，你喜欢我？你喜欢我？会的，我想的是。但我现在没事做什么承诺，我不需要承诺，我只需要你喜欢我就可以。但这样对你不公平。你觉得对我不公平不算，要我觉得才算。你真的没有必要推翻我，去做你想做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听川，还疼不疼？伯母，医生说了，田川的刀口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，是不会很疼。你懂什么？虽然医生说可以正常走动了，但还是要小心伤口裂开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顾家的人要来看望庭川，哎，我看到不三不四的女人在这个庭川拉拉扯扯，你让顾家的人怎么想？伯母，我知道
您不喜欢我，但是我已经来了婷婷的场子。什么？不行！平川还没有结婚，要是再传出私生子的绯闻，他跟顾家的婚事更是难上加难。你马上去医院把孩子给我打掉。芊芊，青青，你先回去好好养胎，我会好好说服我妈。放心。好，那天川、祖母，我就先走了。老死的，等我当上苏家的少女，看我对付。庭川，你一定是被这胡金迷昏了眼，他那种生了的人，怎么配做我们苏家的儿媳妇儿？妈，您先别生气。我能留下陆青青，然有用，她还有价值。那能有什么价值啊？虽然他和林家有亲，但他跟林之遥相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就连顾芳菲那种家世我都不满意，更何况这种没爹没妈的野种。陆青青的确家世不太好，但我现在别无选择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陆丽觉那一刀削了我的身子，可能会影响生育能力。什么？这种事儿一定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否则你爸和苏家的族老一定不会再支持你。顾家的那群势利眼看到苏丽觉醒了，却拖着迟迟不肯成婚，只怕是有了反悔的想法。放心，我的生日宴快到了，到时我邀请顾芳菲来家里，我会设法让你们俩生米煮成熟饭，再找几个媒体炒作，到时他想反悔都没用。不管怎么样，眼下这个孩子还是不能打掉，除非我能让顾芳菲怀孕。等我有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到时候再让陆青青打掉这个孩子也不迟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妈还以为你真的喜欢上那个陆青青。喜欢那种女人，在我眼里只是个不值钱的玩物而已。等我搞垮苏丽君，拿到苏家家族这边，我一定会让林之遥过两球。带我去见丽娟，你不能打过电话吗？好的，顾小姐，这边请。听说这顾大小姐啊，以前是苏总的女朋友，我可喜欢她了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这样，两个人孤男寡女的在发生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？新欢再好，也像白月光。林总，我有份国际派对，咱们去一下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才刚出去一个上午，你就迫不及待的见小情人，去你这个渣男！我怎么就成渣男了？苏总听错了，我要去上班了，您还是陪着顾总下楼吃顿饭。李小姐看起来脾气不太好。丽娟，你之前说你最讨厌脾气差的女人了，没女人味儿。丽娟，你中午想吃点什么呀？要不要去你喜欢那家川菜馆？不好意思，中午我要陪夫人睡午觉，有事送你们的。按照公司规定，除了预约人员、公司员工，其他人不进食府内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是的，苏总，明白。丽娟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考虑不周，我下次来提前给你打电话预约。不用了，我和你没有私下见面的必要，工作上的事我会和你父亲直接谈。好了，不说了。苏丽菊这么好的女人，凭什么便宜了林之遥？她本来是我的，我不甘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。林总，你们上个月业绩提高了40%，我们这边
老婆，你们先去午休，工作的事下午再讨论。我和林总还有事要说。啊，好，坐下。我没事要跟你说。这房子里好大的酸味啊！哪里有酸味？我还以为是老婆吃醋了呢。少臭没有？我哪有吃醋？没有吗？那你怎么看到我和别的女的在一起就生气呢？我纠正一下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你的前女友。还说没有吃醋？那上次和我分房睡，你吃了？哪次了？别动！要抱就抱你的白月光裙子，人家可比我穿的性感多。我说什么呢？我今天根本不知道他回来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怎么了？不生气了？还是渣男吗？我哪有生气啊？我又不是那个小心肝。干什么？这里吵。是你自己。It's not for you. Forget about it. You made this mess up. I can't 刘尚，苏总，夫人的礼物是报的。什么礼物？下周苏庭川母亲过寿，我作为家主需要出面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一家，但是你只需要陪在我身边，走个过程就行。那怎么行？难得找到一个好机会当众接管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，送他们一份大礼。那是林家大小姐，以前的这种兄弟人手见了人票，不愧是京都数一数二的名门闺秀。这条项链是我奢侈品店的高丽买的，这是8位数，真是同人不同命。这也算什么？有个苏总是吧？却可以这种惊喜，不在话下。林之友，明明是表姐妹，凭什么你能拥有那么多数不尽的财富、尊贵的身份、优秀的男人，而我处处都不如你，这根本不公平。你穿高跟鞋站起来会累，去那边坐会。那我等你。会。表姐，2个月不见，你跟从前可大不一样了。你还是和之前一样。林之友，之前那个样呢，是我下弄丢你妹妹的人，是我。至于庭川，我们早就认识，甚至比你知道的那个赵辉更早。可是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就算你把我赶出林家，我照样有高档公寓住，姨母还贴心的给我安排了保姆和司机。就是不知道姨母对你这个亲生女儿有没有这么贴心？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！表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奢求你让我回到林家，但是我实在是太想姨母了。听说她最近生病了，我只是想回去看看她。对不起。你也跟我来。这不是林家表小姐吗？怎么闹成这样，还动手了？哎，听说是林家大小姐把她表妹从家里逼走的，什么原因不知道。听说住入近亲里面的父母监狱下的怪可怜的。表姐，我知道你怨姨母对我太好了，让我分走了她对你的宠爱。可是我真的只是想在她身边尽孝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好歹也是豪门大族培养的大小姐，怎么这么想，不容人呢？表姐，姨母对我有恩，我只是想在身边孝敬她。我求你，你让我回去看看她，让我回去照顾她，好不好？太过分了！就这样的心胸，怎么能当苏家的家主夫人呢？陆青青，我原本是想给你留点面子。你当初勾引我男朋友苏庭川的事，
怎么不见也念着我们家对你有恩啊？秋子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什么男朋友？你不是苏丽珏的夫人吗？少拿这个威胁我！无论是和苏丽珏还是和苏庭川在一起，我林之遥都坦坦荡荡，没什么不可说的。倒是你，表面上跟我姐妹情深，背地里面勾搭我的男朋友，欺负我妹妹，一定要我把你那些鬼混的照片当众放出来吗？林之遥，这可是苏家的人，我劝你不要乱说话，否则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。劈腿乱来的人又不是我，丢脸的自然丢。胡说八，谁还不知道当初你没跟我分手，转头就嫁给苏玉，你就是怀土苏家的子弟。说这些话有没有证据？表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你以前根本就不认识苏丽珏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儿。对呀，苏丽珏还是个小女人，她嫁给苏丽珏，不图钱图啥呀？你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，不是图他钱，难道图爱情啊？可笑了！怎么就不能是爱情？夫人对沉睡中的我一见钟情，不可以。小刘怎么觉得夫人是图我的钱还是爱？当然是爱情的，不，一定是爱情的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指鹿为马。小叔，你何必为他这样？嫁给我分明就是为了钱。是有用的。如果夫人愿意，我愿意把所有资产都交给他保管。不过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跟你人渣和劈腿的行为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会是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庭川、丽珏，你们怎么在这儿聚着？外面有演唱会，要不要一起去欣赏一下？哎，陆青青啊，我记得你跟苏庭川的孩子好像3个月了吧？怎么还是高跟鞋啊？你说什么？消息你还不知道吗？陆青青的孩子都快3个月了。陆青青，这个贱人，偷人竟敢偷到我头上来了！那个，你这是违密，你这是诽谤！是陆青青亲口告诉我的，我还以为是你们苏家和顾家接受了这个长子呢。什么？不是我提川，我没有说过，我真的没有。放飞我！苏庭川，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否则咱们的订婚就此终止。我们顾家丢弃这个人。顾芳菲就是你要等的人，算是其中一个吧。怎么，我利用他心疼而已？我说什么？明明都姓苏，2个男人的人品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早知道当初无论如何都应该等苏丽珏清醒才对。芳菲，我可以解释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订婚，孩子是吴以江生的，我已经让他打掉了，一定是他背着我留下来的。你这个货色也敢勾引我儿子？你以为凭着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就想上枝头？简直是做梦！这个陆青青真是个心机女，想尽办法给林家大小姐泼脏水，真是活该。是的，庭川，这孩子他明明是……我等的人到齐了，接下来就是一出好戏。可惜你们苏家也多金闯了一。这帮杂碎代表不了苏家。老婆，想对谁出气，尽早去做，不认罪，老公给你带去。谢谢。芳菲，林川也就是一时糊涂，我们苏家早就认定了你这个儿媳妇儿。他那种上了台面的官司，怎么可能进得了我们苏家的大门呢？她已经怀了孩子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替别人养私生子。我看这门婚事还是从长计议。不，这孩子就是个意外，我们肯定不会认的。是私生子也有继承权呀，我们顾家的财产绝不可能拱手让给外人。芳菲，这里人多嘴杂的，我们去房间里说。不必了。
我看就当面说清楚吧。你放心，明天就让他把孩子打掉。不，丁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动孩子吧？你闭嘴！你答应过我的，这可是挺春的第一个孩子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挺春！林川，你怎么看？我支持他。既然如此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今天下午就安排医生，希望你能劝好陆晴晴。姨母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我知道以我的身份不配做苏家的少奶奶，但我真的不忍心打掉自己的亲骨肉啊！晴晴，没想到你和苏晴川有办法。姨母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只要给我10%的股份做嫁妆，天川他一定会娶我的。我真的不想失去自己的孩子，这孩子还有1半你的血肉。晴晴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我手上这10%的股份是圆圆和瑶瑶的嫁妆啊！你听姨妈一句劝，你不适合嫁入豪门，你呀把孩子打掉，姨妈可以送你出国，到别的城市发展，或许在那个城市你会遇到一个喜欢你、疼你的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不适合嫁入豪门？你这样才不适合。这，你的出身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你就是强行嫁进去也不会幸福的。我还没嫁进去，你凭什么知道我不会幸福啊？你就当我求你了，你就当我妈的在天之灵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帮你，我要是帮你，那就是在害你啊！都道歉，你还是没把我当亲生闺女，就不愿意把钱给我是吗？是吗？因为平时的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把我打发，不过就是彰显你那高高在上的虚伪面目。晴晴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从今以后，和你再无任何瓜葛。那您走，晴晴不行。金川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们的孩子吧。医生说可能是个男孩，阿姨最喜欢男孩了。这个没了还会有下一个，但顾家的亲事不能言说。晴晴，跟了我这么久，放心放心。金川，真的要娶我浪费什么？你答应过要娶我了，他爱的是苏丽君，不是你。他爱的是苏丽君，不是你。只是为这个下一个，要给你别而已。为了你，新欢剧院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行，我把你人最宝贵的第一次都给你，你怎么忍心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刚满18岁的时候就为你的初恋男友打过胎，你哪来的什么珍贵的第一次？你干什么？他说的是真的。当然不是，青川，我从来没交过什么男朋友的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承诺是可以补。你敢骗我？石瑶，至于我不敢打你是吧？我没有打女人的行为，让我去，别碰我！陆晴晴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我妈妈照顾你那么多年，你知不知道你把她气到心脏病住院，抢救了1整晚啊？都是报应，干了，谁让他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孩子去死，都不肯把股份给，说什么那是留给你和那个傻子的嫁妆。生去死！丧心病狂！你应该庆幸你没事，否则要偿命。把药给他吃了。我不吃。陆晴晴，我劝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我苏家的长子，怎么可能是一个私生子？我要娶的人只能是顾方辉，你难道不清楚？
丁帅，打6次。肚子。求求我了，求求我了！老婆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我们回去。你觉不觉得我一定要置那个孩子于死地？很冷血。其实我本来就是个冷血的人，之后还会做类似的事情，直到我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止。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分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善良，我根本不在乎一个与我无关的胚胎的死，但我还是想跟你告诉你真相。真相是，他曾给我的痛，比这些早熟。别哭。他原本可以带着孩子远走高飞，这样谁都伤不到他孩子。可是他太贪婪，他利用孩子想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就活该失去这个孩子，他根本就不配作为一个母亲。乖，你可以报仇，但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。只要他不再伤害我和在乎我和他的重婚，就应该高兴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我和顾家大小姐不方便婚期在即，所以顾氏以及顾氏合作方的项目，还希望您副总多交好，由我来对接显得更方便一些。我的确应该把顾氏的项目交出来，并且还要辞去集团副总。林总，您这是要辞职？不过是10几个工作项目罢了，林总没必要一怒之下辞职不干。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因身体原因不得不退居幕后，1周之内会把公司的股权以及业务全权交给我来。真的吗？林总要成为林氏的董事长了？各位请放心，我接管林氏之后，会和苏氏建立长久友好的合作关系，谋求更开阔的市场前景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里，再会。到时候苏氏和林氏强强联手，这两个超级家族霸占整个市场，那是非常什么事？是苏庭川这次啊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青龙，最近风头过了，尽快回国帮我办一件事啊。妈，你刚出院，身体还很虚弱，多少吃点饭。啊，我吃不下。妈，你为了陆青青那样的人，再把身体搞垮了，值得吗？是我对不起青青，也对不起她妈妈的在天之灵，我没管教好她，才结果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自己心术不正。他还是个孩子，都是我没管教好他，才让他做出那样的事情来。我这个姨母当得太不称职了。待会儿回老家办点事情，瑶瑶，你也跟着一块去，也好安慰安慰对吧？那我送你们回去吧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就不劳烦你。但是我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是。我娶老婆回来，不是让她开车的。偏见，拜拜。妈，这不是很早的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忘了告诉你，今天是你姨母的忌日，我们先去祭拜一下她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前世爸爸妈妈就是在姨妈的忌日出车祸去世的，难道就是今天？四爷，停车！
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停车干什么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爸妈，你们快下车。瑶瑶，怎么了？有点事情，你们听我的就对了。太太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对，我怀疑车子有问题，你能不能再检查一下车？太太，检查过了，车没问题。难道是我搞错了？他们根本没动手。等等，好像是因为力爵换了车。阿刚，又怎么了？开我车吧。阿刚吃完饭估计不舒服，我的车不颠簸。还是力爵体贴呀。谢谢了。老回咱们的那个舞蹈，让我回来。幸好苏力爵提前换了车，爸妈才能幸免于难。给先生的电话。姐夫，我怎么还没有看见姐姐呢？我要找姐姐。别人乖，姐夫这就带你找你姐姐。喂，是我。好。他说什么了？先生说志远吵着要见姐姐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带过来了，让我给他发位置。妍妍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一刻不见他姐姐都不行。苏力爵，你别开车，爸妈那辆车有问题。瑶瑶，苏力爵，阿芳，阿芳，你别吓我！瑶瑶，你把心脏病犯了。阿芳，杜爷，快开车送我妈去医院。妹妹她没事吧？爸，你先照个跑吧，圆圆没事的。杜爷，我妈先麻烦你了，苏力爵那边我来打电话。师傅，麻烦你沿这条路一直直走，按照回老家的路线，这条路是苏力爵必经之路。苏力爵，你接电话呀！前面过不去，好像有人出车祸了。多年前，他来到。多可惜的一个帅哥啊！天哪，好像是刹车失灵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炽热的怀抱，滑进微骚的月落，阳光似一首歌。苏力爵，是你，没事，太好了。我没事，圆圆也没事，我派人送她回去了，一切都安然无恙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是想告诉你那辆车有问题的，我没想到。你别担心，我以前卖赛车的，刹车失灵对我来说小事一桩。杜爷刚才来消息，说你妈妈醒了，人没事。妈，圆圆没事，她现在在家里，你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阿姐，之前呢，阿姨对你都有误会，做了很多破坏你和瑶瑶之间的感情的事，希望你不要记恨我。妈，你严重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刹车为什么会突然失灵？车辆不是定期检查吗？苏庭川，他是在找死。苏庭川
他是在找死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听说这是苏秦川干的。这次杀生破坏手法和上次现场车祸是成为质量，由此可以断定是同一个人所为。我就知道是他们干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苏定川是怕瑶瑶继承了爸爸财产，所以想在手续交接之前谋划怎么。只要林家不意外，他就能混出屋。你这个畜生，我杀了他！先别激动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，我一定会让苏定川在会上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阿姨，您先休息，手续尽办，上午就可以出院了。好好，有劳你了。什么？青川，怎么了？失败。苏立军，为什么次次都要换你的好事？医生，他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呀？会不会把我关起来？我该怎么办啊？警察怎么会查到你的头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怀疑我的手机是不是被不要来这儿，目标太明显了，酒店。陆青青怎么汇报了？这不符合常理。就算警察拿到了证据，第一时间不应该找青龙才对吧？如果陆青青帮了他，苏立觉的努力，很快就会查到你的头上。怕什么？再找一个替罪羊不就是了？可是，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寥寥无几，去哪找这么合适的替罪羊？这不是现实的问题。你是说已经确定苏庭川和陆青青见面酒店的代号吗？陆队长，你在赶去的路上啊？哦，机会难得，切记不要被发现。您放心。先生，媒体已经安排好了。陆青青呢？陆青青现在是惊弓之鸟，我安排骇客旁敲侧击的给他施加了一些压力，他现在高度怀疑自己的犯罪事实已经暴露，所以不出多久应该会让苏庭川回来。我猜苏庭川应该会让陆青青替自己负。要不要一起去看苏定川自毁建成的场面？当然。丁纯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被抓进去，你得帮帮我。好了，青青，多了个失败，害怕死人。不是的，林真阳恨不得杀了我，他要知道这事是我做的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丁纯，我不敢死，你送我走吧，现在就走，你送我出国，现在就走。你走了，我怎么了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青青，不知道你是爱你的，但这件事情一旦被查到，那他们就能顺藤摸瓜，查到上次苏里觉得车祸的事情也是我做的，这是死路一条。但你不一样，青青，你是林家的人看着长大，就算明知道最后是生你，也会放你一马的。所以，你想让我替你顶罪？你是想让我给你顶罪？青青，我不是贪生怕死，而是现在正是我和苏丽娟博弈的关键时刻。要是我进监狱了，那我们的一切都没了。可是我不想。你难道想看到我这么多年努力都白费了吗？可是我不想坐牢。知道你现在也不愿意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只要我挺过这一关，我一定风风光光把你娶进家门。到时候你不用再管顾芳菲那边的，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做一个红的太太。苏林哥，你以为我不相信这些官官条条的理吗？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，不过就是利用我达到你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你误会了，青青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没有误会，你为了你的前途，能亲手杀掉你的亲生骨肉，你还有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做不出来呀？青青，那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，我们以后还可以有很多孩子的，只要你帮我挺过这一关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保释出来。很快的。
苏明川，这公司主意我不会傻的，替你去做了，你都忘不了。分道扬镳。分道扬镳。我风光的时候，你对我说是真爱；现在我有麻烦，你跟我分道扬镳，这就是你说的爱了吗？我没有，况且这些事都是你做的，你凭什么让我给你背锅啊？我承认我是主，但你不也参与其中了？要不是有你的指引，我的人怎么进人家的别墅？苏立川，你利用我！别把自己想得这么高尚。要不是你偶然提起林家人对你的血腥强，你恨不得杀了他们，我还未必会施展这个计谋。啊！这让我去查一招，反正最多算是分担。如果苏家人不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我面临是必须成何人道？这不行吗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远走高飞了？现在我的所有的卡都是我给你的，只要我还在手啊，你的休想在京都混下去。苏天哲，不准拍！给我出去！专员，请问你们刚才的对话是否属实？你是否真的策划并参与了对凌氏总队长和苏氏总经理厉爵的谋杀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！你们这是诽谤！我告你们！苏定专先生，你们刚才的对话已经被全程直播，警察马上出动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苏定专员，听清，准备走啊！没有证据的啊！刚才说的话都是陆青青那个贱人胡言乱语的，放开我！不行，我有钱，你们想要多少钱啊？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啊！我认识你们顶头上司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不管你是谁，犯了罪，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带走。别走！我没跑，我没走！你放开！放开！你们是让苏立决，是你们害我。那是你自作自受。魏廷川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多久？不过好在我终于能亲眼看见家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。好的，不是我干的。判决结果怎么样？苏听川涉嫌迷奸绑架、故意杀人，情节严重，已经判处了死刑。陆青青被确诊了精神分裂，已经转移了精神病院。精神分裂？我找专家确认过了，并且查阅家族史，他的父亲也是死于精神疾病。那还真是偏方。那可未必。不是我干的，我不能。妈，您和爸的车祸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陆青青就是罪魁祸首之一，甚至是他想出来要谋害您和我爸的人，您确定吗？不原谅，只是替他妈妈感到惋惜。怎么养了这么个女儿？你跑！不让你跑！来救我！我出去！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没有责任。你干什么？你上哪？你回来！你回来！死了你让人活着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他目前情况，他的精神分裂已经很严重了，正常治疗需要2到4个月的时间。过程会很痛苦。他情况不适，可以先生病欧过。
所以每天要上一次练习，执行效果。大家给点来。我希望他能多待一点时间，直到彻底。瑶瑶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好久了。夫人，我不记得我们之间很熟，有没有什么事吗？瑶瑶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当初你跟庭川在一起的时候，跟我那么亲近，我还记得那跟苏庭川那个人渣的过去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他是要谋杀我丈夫和我父母的凶手。如果你们没什么事的话，等等，瑶瑶，求你了，庭川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他是我的命啊！他如果死了，你让我这个当妈的可怎么活啊？那是你的事情，与我无关。只要一个孩子怎么能说出这么冷酷的话？不像一场，难道你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吗？不是我要他死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他当初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他念着万分的情义？而您作为他的母亲，如果能好好的管教他，也不至于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在他手上受尽。志尧，之前的确是体川对付但他是我们这一支的继承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死，否则我们苏家整个都会动荡。如果你能放过他这一马，条件你随便提，不管是钱还是股份，不好商量啊。没错，我们都付得起。我要他偿命。于志尧，心肠歹毒的女人，当初那么狠心你，良心让狗吃了吗？没事吧？你怎么？我听说他们来家里找你，马上就赶。怎么不还手？难道就只会窝里横？我不是怕他们狗急跳墙，威胁到苏氏的利益吗？放心，我来解决。大哥，你也知道，您的儿子上次差点害死，这笔账咱们早该算了。弟弟，这件事儿是挺大的，我会好好教训你。但我们这一支不能没后啊！谁让您断后了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您养在龙顶山庄的情人，去年刚给您生了个双胞胎儿子。什么？骗人的人，竟然敢背着我给你生孩子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仅知道他，还知道您的其他情人，您的那些私生子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年纪最大是12岁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与其倾家荡产救赎苏公主，不如重新培养自身。毕竟，你不去。胡说什么？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！我为你们苏家当牛做马，你大好，在外面找了个小老婆，私生子都有好几个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你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！你这些年背着我干的那些肮脏事儿，但我不知道啊！那些钱都到了哪些鸭子的口袋里？你比我清楚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出去鬼混也就够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打我身边人的主意。秘书小张怎么平白无故就变成了残废？还有我那可怜的女儿，要不是你带着人到家里胡闹，还怎么能够流产？那可是一个成型的女婴啊！这些年给你们母子俩擦屁股已经擦够了，现在请给我安分点，再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，我就跟你离婚！都是你，只要都是你蛊惑的他，我要
杀了你！哥哥。杀了你们！老头，杀了你们！给我儿子偿命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叫医生啊！苏姐，你痛不痛？你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！官方省事，你都要照顾好自己。爸，这次我还活着，不要离开我。我答应你。发誓，这辈子我在一个永远做不到的梦，不是在听。好，我发誓，只要你能好好活着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你。那还是你说的。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要是敢死，明天就改嫁。结果我们要开始抢救了。驾驶在那边。老婆，你答应过我，会永远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分开。苏丽娟，你醒了。叫医生来看。痛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老婆，我好痛。医生说那把刀的深度插到你肋骨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叫医生给你打止痛针。别走，我逗你的，我没事儿。你男人才没有那么娇气呢。胡说，这怎么能是娇气呢？流了那么多血，不疼才怪。这么疼，叫医生也没用啊。那怎么办？要止痛很简单，老婆轻轻就好。都伤成这样了还不正经，都要被你气死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只是一些外伤，养一养就好了。老婆为我。还这样子，真可爱。亏你还笑得出来，那一刀差一点插到内脏，你真是疯了！为什么突然帮我挡刀啊？你上次在打架，你不得替我还了离婚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弄以后不相信你？当然是，我和你的想法一样，我希望看到你受伤，仅此而已。哦，是脑袋瓜每天都在想什么？搞得我的伤口又痛。 그가 지금 내 가슴에 들어와 사랑을 말하고 있죠 老婆，左边也要，嘴巴也用吗？ 「
苏总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知道就好，影响我和夫人培养感情，还不走啊？胡说什么呢？医生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快给他检查身体。苏平川他妈妈那边处理的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夫人，已经被警方控制起来了，至少10年前。我好痛。医生，他一直很痛，能不能给他打针？苏总刚做完手术，这药的副作用太大了，不适合多用。现在就是多陪陪他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或许能好一点。宝宝，你听这个，你要多陪陪我。嗯，公司的事情我已经交给副总打理了，之后呢，我会安心服务。我还想吃橘子。我给你剥，你能自己拿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就是胳膊使不上劲了。喂一个。哎呀，哦，甜吗？甜。丽姐，恭喜你康复了。哦，谢谢。我要出门，就不招待了。好巧啊，我也要出门。丽姐，你要去哪儿呀？我能不能搭个顺风车？不好意思，苏总要亲自给他夫人们最爱吃的早餐。真的吗，丽姐？我记得你以前没有这些小心思。你有事吗？没事就不送。等等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陆小姐，请自重。丽姐，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当初之所以会遗憾，是因为医生说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但我对你的喜欢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真的喜欢你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发誓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，我真的不会失去你。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发誓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，我真的不会失去你。夫人，瑶瑶，你怎么醒了？我看来是我打扰你了。我们继续。不是的，瑶瑶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当初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，买成戒指。顾芳菲，我和你从头到尾只是商业联姻，这没有一丝感情，希望你能够明白这。又怎样？你和林之遥不是吗？其实还为的是不能是我的。虽然我是真的爱你，太看得起自己，在我心里，没人能带。你说过你要跟我一场婚礼的，为什么仅仅是一场之后，这一切都变了呢？一雪，我会用这一辈子来弥补你的半年，好吗？我愿你的。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与我无关。顾小姐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开下门啊！听我解释，刚才真的只是个意外。我不关心，我要休息了，别吵我。说就走了，还是要给我道歉。苏丽娟，讨厌死了！你怎么从窗户进来？老婆不给我开门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？老婆，看在我那么有诚意的份上，原谅我好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他会突然靠近，我已经警告过了，再骚扰我，以后连我的面都别想见。他曾经也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就没有一点动心？我说什么呢？他对我而言只是个联姻的对象，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。
苏丽娟，我想有些事情应该说清楚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那么恨苏庭川和陆芊芊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因为我死过一次，家破人亡，下场凄惨，罪魁祸首就是他们两个。我知道这些事听起来很不容易，但这就是我经历的，重生。那当时我在哪里？真的很抱歉，在你最痛苦的时候，我没有陪在你身边。我想，那一定不是我的本意。不，你一直在。我也是死前才知道苏庭川暗害你，对此我很自责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一些愚蠢决定，你不一定会输给苏庭川。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要补偿你前世对我的好。可惜，在这场婚姻里，依旧是我利用你完成了这场复仇。请你去当亲。对不起，苏丽娟。如果你同意离婚，条件你来提，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你要是什么都能答应，那我不同意离婚。是吗？你既然觉得对不起，那你补偿我的方式就是利用之后的抛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婚姻对你不公平。对我公不公平，我说了算。如果你真的要补偿我，那我只要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要你的心，我要你爱我，从现在开始。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仗着被利用这一个借口，一步一步结交？我们居然真的在一起了。还有精力过赢我，看来还不够努力。谁跟我？你用那种眼神看我，对我来说已经是挑战。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对你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力。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我的腰快断了。你以为怎么跑掉？叫声老公听听，还考虑放你？你什么时候骗我？我
这次你是真的跑不掉了。你说话不算话。男人在床上说的话，你也能信？希望爸妈身体健康，希望杜爷好好照顾圆圆，希望我和苏丽觉长长久久。许什么愿了？才不告诉你，说出来就灵了。今天你生日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打开它。一张纸，搞什么这么神秘啊？ 남자는 웃으며 웃고 있어요. 얼마나 虽然我们携手走了很远的路， 너를 但我一直记得， 이렇게 바라만 我 보며 知道我不是个善解人意的人，但我愿意花尽我的余生，慢慢爱你。 사랑 계속해야 네가 나를 사랑하겠니?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 이 바보 苏丽觉， 같은 사랑 你承认 거지 같은 我愿意和 사랑 你携手。 계속해야 네가 나를 사랑하겠니?